你赶紧说吧，有什么事儿？我等你回家吃饭呢。你不会忘了吧？那个，今天我回不去了。这儿有一篇领导的讲演稿，这急着要呢啊。喂，哎，爸爸！哎呦，乖女儿，来，让爸爸，来亲一下。哎呀，饭给你买好了，趁热吃吧。想的还真周到啊。行了，萌萌，咱们走吧啊。那妈妈还要在这里玩一会儿。来，行，那妈妈等你一会儿啊。哎，来。方圆圆，你这叫投降吗？你这是缓兵之计啊！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韩雪，别吵啊！你们都别吵，行吗？赵一鸣，我吵了吗？对你没吵，这不是你的错。是我错了吗？我来给我未婚夫送吃的，难道是我错了吗？我是来勾引你的吗？什么勾引，多难听哦！你也没错啊，你们都没错，是我错了。你们听我说一句行吗？你说吧，听着呢。你们都是孩子的妈，对吧？你们当着孩子面就这么斗法，你让孩子听见看见多不好啊！还有啊，这文化局大楼可不是只有我一人啊！你们要是吵吵闹闹，让人家听见我的影响，赵一鸣，你就想说这个呀？我就想说这个呀。我不要听这个。我问你，他为什么在这儿？我来接孩子，不可以吗？圆圆，你少说一句啊！你们都走，行不行？我不走。凭什么？我一进屋就让我走。他什么时候来的？你为什么不把他赶走？圆圆，你先走，带着孩子先回家，行吗？你别走。韩雪，别闹了，你非得我求你啊！我闹了吗？我怎么闹了？那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要走也得我先走。妈妈，爸爸还没有吃饭呢。男人要做丈夫，千万别做奴才。老爸，有什么事直接说吧。我觉得在这儿说呀，对方老师影响不好，还是老地方吧。对不起，没时间陪你。你放开我！我不放开你放开我！放开你可以，你必须跟我走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你凭什么命令我？你放开我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跟我走，我还就不放开了。你放开！不放！你干嘛呢？下手！小生，哪儿冒出来个保镖呀？你谁呀你？小生，没我是谁你管不着，你要是再胡闹，我就收拾你。哈，口气不小啊！要收拾我？好呀，来，大家都看看他怎么收拾我。来呀！小生，回去上课去，走吧，没你的事儿。走吧，走了，同学们上课去了，走了，快走。可以了吧，韩雪，你可以收场了吧？好，我跟你走。方圆圆，你行啊，挺有两下子。我还以为你举白旗投降是真投降，没成想，来个釜底抽薪，直奔我老公去了。你把话说清楚好吗？谁是你老公？
应该叫准老公。哦，不对，啊，未婚夫。这个称呼更准确一些。忘了告诉你了，赵一鸣他已经答应娶我了。哎，我说方老师，难道是馋嘴的猫闻到鱼腥味儿，想来偷点腥？一条臭鱼，我真的不感兴趣。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？我真的已经退出了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好吗？真的吗？真的退出？为什么还跟赵一鸣黏糊在一起？真的退出？为什么还出现在赵一鸣的办公室？我跟你已经说过了，那天只是他带孩子，我去接孩子，就这么简单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如果再碰到类似的状况，可以让赵一鸣把孩子送到方老师的家里啊，正好呢就不用劳您大驾了。您说好不好？那我可不敢，到时候你会说我勾引赵一鸣，我就是浑身长了嘴，我也说不清了。那你呀，就应该自己带孩子，不要老拿孩子当武器。你的孩子才是武器，而且不是一般的武器，是原子弹。你这话里话外的意思，让我感觉你在卧薪尝胆呢。你过奖了，我还真没有那城府。好吧，看在你的这份诚意上，我就再放你一回，相信你一回。但是我警告你，这是最后一次。你也知道的，我这个人眼里是容不得沙子的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了。你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事儿不是平息了吗？啊，这怎么又折腾起来了？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刚才主任找到我，说韩雪刚给他打过电话，指责你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啊！人家也要告你呢，你说咋办吧？他这是胡搅蛮缠，我没办法。你没办法，这事儿是你惹的，你就得摆平啊！我摆平？我怎么摆平啊？我现在已经是看着他就绕着走了，我还能怎么样啊？这事儿能怪我吗？啊，不怪你，那怪我，怪主任。就是怪主任，他庸人自扰。你说什么？我是说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不怕谁告。韩雪愿意告是吧？让他告去，到时候我还反诉他诬告罪呢。哼，你倒是不在乎了啊？那学校的名声怎么办？啊？你知不知道这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？你懂吧你？教书育人就要被人欺负吗？请你转告刘主任，我方圆圆一个人犯的错，我一个人承担，绝对不会影响艺术系的年成，更不会影响到他当副校长。圆圆，文化局艺术处，你好。好什么好？张一鸣，我问你，你管不管韩雪了？我已经处处让着她了，怎么就这么不依不饶呢？刚才来找我，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卧薪尝胆，现在又骚扰我们系主任，不是他到底要怎么着他才能饶了我呀？张一鸣，你说话呀，你到底管不管啊？那个，圆圆，你先别激动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详细跟我说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呀？张一鸣，我问你，你到底管不管？你要是不管的话，你就是为虎作伥，作恶的也有你一份。既然你是这个态度，那我倒想问问你，我凭什么管他？凭的是你老婆。她是我老婆，谁说的呀？他亲口告诉我她是你老婆。哦，他跟你说她是我老婆，她就是我老婆。那他要跟你说你是我妈，你还是我妈了？我说大哥，能不能照顾一下？照顾什么呀？你也承认方圆圆是个好女人，那好女人得有好对待吧？你看你对方圆圆什么态度？你行了，不了解情况你就给我闭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。韩雪，你在哪儿呢？我要见你。你听清楚没有啊？对不起，我没时间。喂，
你又打电话干什么呀？你不是把电话摔了吗？圆圆，那个，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啊，我打电话就是向你道歉，诚心诚意道歉。我不想听你道歉，我只想知道你怎么管教他。圆圆，这件事啊，我会处理。可我想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先好好谈一谈？你在戏里吗？我马上过去找你。我让你管教他，你找我干嘛呀？圆圆，你先冷静一点，然后你先接见我一下。你在琴房吧？你等着，我这就过去啊。我不想见你，我也没在琴房。那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蛇洞洞口，我要会会你老婆。坏了，这坏了！喂，一敏，韩雪，你在哪儿啊？在回家路上呢，怎么了？哎，我长话短说啊，韩雪，你听好了，哎，你已经把方圆圆给激怒了。如果他去找你打架，你千万要冷静，要忍让，不可动怒，再也不能做伤害他的事了。总之就是一条原则：息事宁人。你听清楚没有？知道了。看这架势，来者不善呀。你又给我们系主任打电话了？打了，怎么了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有本事你冲我来啊！诬告陷害打小报告，那是市井无赖的做法。亏你还是个大学生呢。我打电话是因为你是假投降，你在卧薪尝胆。好，既然你认定我是假投降，那我也告诉你，我没那么容易认输，我更不会放过你。我只是打个电话，火力侦查一下，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暴露自己。暴露了怎么样？看来你是来宣战的。对，今天现在我正式向你宣战。你就不怕吗？我不怕，而且韩雪，我警告你，诬告是犯法的。如果你不想吃大眼窝头的话，你就尽情的表演吧。我要是不反诉你，我就不姓方。你还来劲儿了？我也告诉你，我要是怕你，我就不姓韩。你随便。哎，方圆今天找了你没有啊？堵在我家门口，能找不着吗？哎，那他什么目的啊？啊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来下宣战书，说的也是宣战的语言。那这战书你接了啊？这宣战你也应了？接了呀，人家下宣战书，我不接，礼貌吗？再说了，人家都宣战了，我躲得过去吗？躲？你躲？我看这战书就是你下的。韩雪，你跟我说，你是不是又给人家系主任打电话了？打了呀，怎么了？韩雪，我跟你这一再强调，现在是我的非常时期，非常时期。你在我这非常时期，你胡闹什么呀？哎，这要惹急他表哥，他找我麻烦怎么办？我看你是诚心祸害我。我怎么祸害你了？反正我也没多想，我就是看他黏着你，我就来气。他怎么黏着我了？昨天晚上人家是接孩子啊，接孩子不行啊。韩雪，你是不是作死啊？赵一鸣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打一个电话，你说我作死，你至于这么咒我吗？韩雪，你给我听明白了，你要是再胡闹，你别怪我跟你翻脸。翻脸就翻脸。你是来看孩子的？对，
顺便还想跟你说说话。那你还挺会选谈话地点的，选了这儿，我想躲都躲不了。不过你觉得老空谈一些大道理有用吗？你凭什么说我跟你空谈大道理啊？不是空谈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就把你那些不是空谈的话说出来听听吧。不过千万别道歉，你一道歉会让我觉得你是在替韩雪忏悔。今天咱不谈韩雪，我想谈谈马向前。马向前有什么好谈的？马向前曾经威胁过我，说要毁了我的前程，这事儿你知道吗？怎么突然间想到说这个了？是你提职的事有眉目了吧？提前给我打个预防针。我问你知不知道？他没跟我说过，怎么了？你觉得他干得出这种事儿吗？我觉得他能干得出来，而且事实上这件事情并没有什么难度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呀？因为你要娶韩雪。圆圆，咱们俩离婚了，我娶谁是我的权利。哎，这么做你不觉得很过分吗？可能我哥觉得，他不希望萌萌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里面，是他把萌萌送来的，所以他想对萌萌负一份责任。我可以找他去谈谈，但是他能不能听我劝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你现在要谈话的对象是他，而不是向我兴师问罪。我没向你兴师问罪，我就是希望你能去劝劝他。我希望你们能放过我。放过你？那请你的韩雪先放过我好吗？他把事情做绝的时候你在哪儿呢？我凭什么相信你的诚意啊？圆圆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这么说可让我太寒心了。我什么时候帮着韩雪和你作过对啊？我不是一直都在保护你吗？你要娶她就是跟我作对，所有的爱心都不复存在了。圆圆，你一直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人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霸道啊？咱们离婚的时候说好的，好聚好散，对吗？我是跟韩雪学的，而且我发现这样收获很多。行了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我的意思你也明白，咱们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吧。萌萌就要出来了，你赶快走吧。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让我看孩子啊？你太过分了吧！你看孩子，请你站远点好吗？一会儿萌萌出来了，她一定会逼着你回家。你不回家，她会很难过。可是你回了家，我也会很难过。请你不要这么为难别人好吗？我还是想说一句，咱们俩做不成夫妻，那就做朋友；做不成朋友，咱们就做路人，没必要非做仇人。处长，这个怎么？昨天晚上下班前，局长召开紧急会议，把你给拿下来了。为什么呀？纪检组收到一封举报信，说你抱二奶，来不及调查，只好先把你拿下来。举报信？我说一民呐，你怎么到这关键时刻就给我惹麻烦呢你呀？不，处长，我怎么想得到他真会干这事儿？处长，我还有机会吗？难了，即便是查不实，潜在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。你呀，你把我的脸都打肿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来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这是啊？我那张诊断书，你到底找没找着啊？
怎么又找诊断书啊？你别管了，有没有找到？没找到，现在赶紧找。没有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马向前把我给告了，他告我包二奶。啊，包二奶？你什么时候包过二奶啊？哦，我是二奶啊。你是不是二奶现在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这么一告，我副处给拿下来了，我以后也提不上去了。以后也没戏了。时过境迁，成见难消。哎呦，这机关的事你根本就不懂，你赶紧给我找吧。这真是咬人的狗不露齿，这方圆圆也够黑的。你倒好，你见谁都嗡嗡。你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吧。我的诊断书你为什么给我搞丢了？那是颗核弹头，我拿它制约马向前。现在好了，我手无寸铁，我等着人家拿刺刀挑我。还有了，哎呦，韩雪啊，你跟方圆圆干嘛呀？你叫什么板啊？你给人家学校打什么电话呀？斗法是吧？好，把我给斗进去了，把我斗完蛋了。你赶紧给我找。一民，一民，哎。您看看吧，就是这辆车。怎么样啊？您看我这车能卖10万吗？那可卖不上。我这车才跑了5万公里。大姐，就是新车，你到我这儿也得打折卖。哦，那您看能卖多少啊8万吧，8万差不多。8万啊？要不然你这样，你就多要点，能卖出去算，要卖不出去，你搁这儿停着。别，那个我着急用钱呢。那行吧，那8万就8万，2天之内如果卖不出去的话，价钱还可以商量。那行啊，走啊，签合同吧。哎。哎，师傅，行，到地方了。师傅，行，到地方了。一民，天，哎呦，怎么喝成这样？来，哎，还没给钱呢。多少钱呢？20。来20。哎，谢谢啊。没事。来，哎呀，你让我坐会儿，让我坐。慢点。是。张一民，醒醒，张一民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记得我打车回来的呀。你开车送我回来的。我在等你。有事儿啊？有事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？别骗我了你！我亲眼看见的，我被拿下来了。我说的不是你升职的事儿，是诊断书。诊断书找着了。韩雪，你是好女人啊！你看我心情不好，故意来骗我，想哄我高兴，是好女人。什么呀？你看，你看。在毛毛的连环画里，找到了。
向前，我要你陪我下地狱。老庞，哎，哎，一鸣，老庞，那官司你还得接着帮我打。不是你那证明找不着了，没法打呀？我找着了，找着了啊！你坐，你坐。哎，你出来走走，心情好多了吧？嗯，心情好多了。你这提议还真不错。你记着，以后心情要是不好了呢，就出来走走，看看海，看着海啊，心就宽了，这叫海大促心宽。哦，海大促心宽，挺好。这个一直得这么跨着走，也是促心宽的一招，是吧？当然了，你的理解太到位了。这促心宽它也得有完，不能没完没了。这一路上，你一直这么像秤砣一样吊着我，我有点累了，先松开会儿手行吗？那好吧，那就拉个手。明明，我有句心里话想说，你不会不高兴吧？你说。马向前把你给告了，其实我特高兴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跟你作对，就是在帮我呀，这叫未冤屈鱼，未从屈却。但是你又把他给告了，我这心里就更高兴。那又为什么呀？因为我觉得你态度更加坚决了，娶我呢，已经不单单是生活问题，而是要表明立场。我说没错吧？明明，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？以前你说是非常时期，我支持你，可是现在非常时期已经过了，你是不是该履行你的义务？现在我还是非常时期啊。怎么还是非常时期啊？那我官司也没打完呢，这个纪检部门也正在查我呢，那不就是非常时期吗？那打完官司呢？打完官司啊，打完官司还得看这个纪检组怎么对我这问题定性。如果他们认定我是包二奶啊，那我这工作呀、前途啊，就都没了。你还要我？当然要了，我看都是以为那不是你的前途。不管你的前途怎么样，我都愿意嫁给你。那好，打完官司，咱们就结婚。你说真的？你没骗我吧？真的。太好了！法院找你。啊？法院找我？赶紧过去。哎，在哪儿啊？4楼会议室，快点吧。你们找我？你就是马向前？是，我是马向前。坐吧。马向前，我们是朝阳区法院民事厅的审判员。原告赵玉民呢，已经向本庭起诉你渎职、欺骗、开假诊断，侵害其生育权。本庭已经立案审理，我们通知你做好应诉的准备。你可以自行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，也可以由我们法院呢指定律师出庭。听明白了吗？我听懂了。这是本庭的书面通知。你看看法院文书。哎呀，你是出个主意，光看干嘛呀？这事儿不是已经摆平了吗？咋又放了？是不是你又惹人家了？不是，我听这圆圆说啊，这个赵一鸣准备娶韩雪，我想阻止他们，所以我就跟他叫了一板。我没想到这个小子，你怎么还敢和人家叫板啊？啊？你忘了自身的毛病吗？啊！行了，
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你没看见人家都动真格的了，赶紧想办法吧啊！再不想办法，那冰凉的手铐、大眼的窝头就在前面等着孩子呢。向前啊，老爸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，这时候你来向家里讨主意，办法只有一个，你要努力实现自救，自己的病自己治，自己的梦自己圆啊！这不是废话吗？让孩子怎么圆呢？让孩子怎么圆呢？你我还没说完呢，急什么？哼！现在呢，这事儿已经捅到法院去了，我们只剩下瞧的份儿了啊！办法有一个，你呢去找朱美荣，因为你们毕竟是夫妻。朱美荣的爸爸呢财大气粗，人脉又广，又有背景，让他呢通过有关方面呢疏通疏通，力求来个从轻发落啊！快说呀！我吃官司了啊？什么案子啊？侵权案。侵权案？侵谁的权了？怎么侵权了？我给赵永民开了一张假诊断书，侵犯了他的生育权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？你别我问一句你说一句的，你赶紧说。不，媳妇儿，你事到如今呢，我就从头跟你说起啊。你不是一直以为这赵永民有不孕症吗？其实那是我造的假，不孕的是方圆圆，而不是赵永民。我怕赵永民知道方圆圆有不孕症给他给甩了，所以我就拉着他们俩一块儿去体检，然后就把这个不孕症的帽子扣在了赵永民的头上。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你损不损呢你？媳妇儿，你冷静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啊！哎，媳妇儿，你要是不救我，我就得进监狱啊！我要进了监狱，你就等着守寡吧你！进监狱我也不管。哎，媳妇儿，哎，媳妇儿。说吧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，能撤诉吗？不能，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吗？没有。别这么着急回答我行吗？回去再考虑考虑我的建议行吗？不行。你是打算从此就做仇人了，对吗？随你。赵一鸣，真不是人！他马向前连人都不如，这怎么着？你们把我打了还不许我还手是吗？天下有这个道理吗？我麻烦你给马向前传个话，到了监狱门口千万别当缩头乌龟，记住他叫什么，该向前时候就向前，你让他永远向前。坐我车走吧。不用了，我们等公交车。哎，这白送上门的车你不坐，还坐公交车？坐我车吧，啊！妈妈，想不想坐出租车啊？想。毛都想坐，上车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快快快，妈妈走。
你怎么知道毛毛在这所幼儿园？早晨你们不坐我的车吗？我就跟着你们一直跟到了幼儿园。你放心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想为你们娘俩做点事儿。再说你们以前不天天坐我车吗？你还真是挺用心的。你怎么还没想好啊？你到底救不救啊？你看你那德行，不就是个假诊断书吗？啊，你至于现在尿裤子吗？你少扯那些没用的好不好？谁尿裤子了？我尿了吗？我？你怎么像个小孩似的呀？我说你真尿裤子了吗？我那是形容你胆小呢。我这也是奇了怪了，你说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？说你阳刚吧，你油头粉面的；说你不阳刚吧，你还有点阳刚之处。哎呀，我想来想去，我也想不明白呀，我怎么就看上你了呢？八成是我上辈子欠你的。哎，你去哪儿啊你？你不说正经的，我早就准备去。做什么准备呀？我去买个鹅毛毯子，我准备坐牢去。哎呀，到不了那一步，你还是坐咱家沙发吧。那你的意思是管我了？我刚才不说了吗？我上辈子欠你的，我能不管你吗？哎呀，媳妇，那你得跟咱爸说呀。哎呀，你着什么急呀？来，你先坐下。你听我问你啊，向前啊，你说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，你是不是应该吸取教训呢？应该，他应该了。那你吸取什么教训呢？我有时候胆儿太大，有时候胆儿太小，走极端。应该这个胆儿大的时候再小点儿，胆儿小的时候再大一点。错了。那什么教训啊？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跟圆圆缠在一起。你说要是没有她，你能惹那么大的事儿吗？你又说这话，那圆圆是我妹妹，那叫缠吗？我说缠就是缠。那缠是缠。你光承认缠还不行，你得痛改前非。从今往后，你不能再搭理她了。你能答应我吗？这可是我的条件，你要不答应我，我可不管你了。哎呀，你能不能答应啊？哎呀，能。拿话哄我是不是？行，撒谎总比嘴犟强。走吧，找我爸去吧。走啊。喂。好的。一民呐，哎，你到纪检组去一趟。纪检组啊？去吧，把情况说清楚，实话实说。快去吧。你找我？姐，我找你要跟你说一个好消息，韩雪这几天对我特别热情，天天坐我车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个？啊，那韩雪对我态度改变了，这对我来说不是好事吗？大川儿，姐劝你一句，感情的事情呢，最好是顺其自然。你这么疯狂的追求，如果一旦不成功的话，打击会很大的。所以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。姐，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快要结婚了。咫尺之遥吧。那我这人生不就没有希望了吗？所以姐才劝你悠着点啊。姐，你现在给我打这种预防针没用了，我中邪了，你就帮帮我行不行？我怎么帮你啊？还跟你做一个战壕的战友啊？不用，那你救救我，你当我伤员，你救救我行不行？你是伤员，我怎么抢救啊？赵一民让我受伤了，你对他展开进攻，把他领回家，我就得救了。你说来说去不是还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可能跟你趴在一个战壕里，所以这个忙我真的帮不上。那我就死在他们婚礼上。大川儿，姐跟你说实话吧，我跟赵一鸣之间已经恩断义绝了，现在连仇人都懒得做，还怎么复婚啊？
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怎么突然这么大变化？那你就别问了。姐，那你说这样，我不就孤军奋战了？那你就只能一个人战斗了。走了。姐，还有事儿吗？那你能把赵一鸣电话告诉我吗？你要他电话号码干嘛呀？两国交战，还有谈判呢。那你记一下吧。处长，你帮人帮到底，救人救个活，我这回就全靠您了。纪检组怎么说的？这纪检组说，如果认定我是包二奶，那我就是严重违纪。我按照公务员管理条例，极有可能公职不保。有这么严重？本以为不提职也就完了，这谁能想到还是个二踢脚俩响？而且这第二响比第一响它更为响亮啊！哎，你知道是谁写的举报信吗？方圆圆？哎不，马向前，方圆圆的表哥马向前一定是他写的。当然，这方圆圆啊也难辞其咎。那能不能说服他们和纪检组谈谈，收回举报呢？处长大姐，这你想想，这窗户纸已经捅破了，这泼出去的水它能收得回来吗？这不是打官司啊！这个说的也是。大姐，我的情况你可都了解啊。一鸣，你放心，我会尽量保护你的。至少我不认为你是包二奶。我会从组织的角度和纪检部门谈这个问题。你安心工作，可别再给我惹出别的麻烦来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去忙吧。大姐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谢您，真的。我现在觉得任何语言它都是苍白的。废话当然是苍白的，还是不说的好。去吧。来，哥。哥，我请你吃饭啊，有2层意思。这第一层意思呢，就是感谢你，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帮我真的太多了。这第2层意思啊，你得帮我出主意。出什么主意？我姐跟我说，赵一鸣现在跟韩雪要结婚了。你说这一个蜡烛，一个火柴，俩人碰一起，赵一鸣亮了，我就灭了。对，你彻底就灭了。你别对呀，我不想灭。那这还不好办吗？你让赵一鸣回头不就完了？哥说的容易，人家这快结婚了，好成这样，怎么回头啊？36计啊，有一计叫离间计，你不妨可以用用。离间计怎么用？你让赵一鸣啊对韩雪产生误会。产生误会啊？这误会怎么能产生呢？来，你慢点。你这样啊，换2道硬菜。啊？这什么呀？哦，明白。服务员，服务员。老公，你这几天表现的不错嘛。我哪天表现的不好？衣服我洗，屋子我收拾，饭我做，整个一男保姆。听你这意思啊，你还觉得挺委屈的呗？我哪敢呢？
我娶了朱美荣是我的骄傲，伺候朱美荣是我的幸福，我甜蜜无比，我激动不已呀。哎，你知道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嘴甜呢。这小嘴儿天天跟抹了蜜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可轻点忽悠我，你忽悠大了，小心我给你的嘴封上。你看，说都说了，你就瞎死手了，连个嘴说封就封啊？哎，不用了。那2碗刷不完了？我刷完刷不完，妨碍你什么了？不是，这向前也不来个电话，朱美荣他爸找人怎么样了？这情况你打电话问问。哎，你就不能打这个电话吗？啊？朱美荣看见我眼眶子发青，我说不了2句话，他得把我给撅回来。我跟他说话，我发怵。你非得打座机呀？你就不能打马向前的手机吗？啊？哎，对呀，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个呢？真是脑瓜子不转弯。打手机。喂，哎，喂，向前，我是你妈。有什么事你说吧。哎，你说干啥？那打官司的事儿，我跟你爸都快急死了。那朱美荣那儿找人，他爸找人找的怎么样了？你也不打个电话跟我们说一声。他正在找人呢，你别惦记了，没事嘛。哎呀，我能不惦记吗？我跟你说，妈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，那大眼珠子咕噜咕噜瞪到天亮，啊，那要一把一把的吃。你别吃坏了。我不就是形容一下吗？表达个意思啊。那个朱美荣那儿啊，你给我盯着点，有啥情况赶紧跟妈说。哎，好妈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你说咋整？愁死人了，简直。哎，媳妇儿，我给你按按腿。舒服吗？使点劲儿。哎，媳妇儿。老公，你别说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别催我，我这也急着呢。光你急不行啊，你得让咱爸急。你没事啊，老催他，一天呢多给他打几个电话，这才行啊。哎呀，知道了，手别停啊。啊。韩雪，我想自己一个人静一静。这几天如果没什么特殊的事儿，你先别联系我，好吗？方老师，站起来！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呢？胡思乱想。你现在最应该想的是如何说服你父亲住进医院。方老师，咱拿啥住院呢？住院当然是拿钱了。钱的事情我解决了。解决了？嗯。怎么解决的？怎么解决的你不需要知道，
你只需要知道，现在这张卡上有75000块钱，密码是我手机号的后6位。现在这张卡归你支配了，拿着呀，发什么呆呀？方老师，你先别太激动了，你还有更艰巨的任务要完成呢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想办法劝你父亲住进医院。你父亲他人很固执，所以完成这个任务可能没那么简单。但是你一定要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没有过不去的河。方老师，我记住了。开心点。喂，请问赵一鸣在吗？我是，您哪位啊？我是幼儿园呢，萌萌要跟你说话。啊，谢谢谢谢。爸爸，你今天来看我吧。萌萌，你是不是想爸爸了？啊？那一会儿爸爸上幼儿园去看你好吗？爸爸，你今天晚上来看我吧，我还有事儿呢。有事儿，萌萌，你能不能在电话里跟爸爸说啊？我的遥控小汽车坏了，妈妈不会修，你来帮我修好吗？小汽车坏了。那行，爸爸晚上回家帮你修啊。再见啊！啊，那个我送你们上去，来，怪馋的，我来。不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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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骑车。那个你是干嘛呀？不是，我给毛毛买的东西，帮你拿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毛毛什么都不缺，谢谢你啊。不是，你看你这买都买了，你让我帮着拿上去吧。好吧。哎。毛毛，到家了。毛毛，写作业呢。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把东西放厨房，顺便做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大虾。大虾。对，那个毛毛不是最愿意吃大虾吗？毛毛，想不想吃小郑叔叔给你做的大虾呀？想。想吧，哈，那你等着啊。毛毛想吃。哦，吃大虾了，吃大虾了。怎么这么没出息啊？妈妈，我已经好久没有吃大虾了。馋了吧？馋了我也不敢说，我知道你没有钱。妈妈真懂事。那书包拿去，去跟小郑叔叔说谢谢。快去。萌萌让我来给她修车。萌萌，爸爸！哎呦，宝贝女儿啊，抱抱抱！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小汽车它为什么不走了？小汽车为什么不走了？萌萌，爸爸的工具箱在哪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给爸爸取来。我没有生育能力，我是个废人，我不可能有儿子。你怎么可能是废人？如果不是初恋女友带着6岁的孩子来认爹，赵一鸣也许这辈子都不清楚自己原来是健康的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经过一番追查之后，得知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妻子方圆圆身上，是负责做检查的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并瞒着所有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妻子离婚，无论圆圆如何苦苦哀求解释都没用。男人明明被查出没有生育能力，可初恋女朋友突然找到他，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，声称是他的亲生儿子。这个孩子是你赵一鸣的种，我当不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生育能力。赵一鸣在文化局上班，妻子方圆圆是一名大学老师。婚后，赵一鸣被查出不能生育，于是
夫妇二人便收养了一个女孩，起名萌萌。从此，两人对孩子疼爱有加，视如己出。一天，赵一鸣大学时代的女朋友韩雪突然带来一个6岁的男孩来认父亲。自认为没有生育能力的赵一鸣，自然是不会认孩子的。我没骗你，这个孩子真的是你。我跟大管离婚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他的。出嫁之前，我把身子给了你，因为我爱的是你。赵一鸣以为韩雪是故意来讹自己，于是回家拿来自己不孕症证明。可一张曾经的诊断书并没有说服韩雪，于是赵一鸣同意做亲子鉴定。然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却让赵一鸣大吃一惊，这个名叫毛毛的男孩却是他的亲生骨肉。他认为是不是医院弄错了，或者名字填错？不可能的，这几天就这一份亲子鉴定，怎么会错呢？得到护士的肯定回答，赵一鸣的内心久久不能平复，立即赶往另一家医院做体验，得到的结果却是自己根本没有病，是完全有条件做父亲的。赵一鸣陷入了沉思，他想起妻子曾经说过的话，受了多年窝囊气的赵一鸣只能借酒精大醉一场，这让圆圆满心愧疚。第二天，马向前提醒圆圆将事情解释清楚，早谈早和好，毕竟这个事情圆圆是不知情的。但昨晚大醉的赵一鸣一大早就不见人影了，根本谈不上火。上班路上，初恋女友韩雪再次找到赵一鸣。你一个健康男人，为什么说自己有不孕症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看你受委屈，我心里难受。毕竟我们两个相爱过，我到现在我都还爱着你。你一转身就嫁给大款了，去哪个医院诊？给我表哥医院吧，有生人比较好安排。愤怒的他回家后立马对妻子发难，并拿出自己有生育能力的诊断书，质问妻子怎么回事。谁料妻子看到诊断书也是一脸懵圈，跟我这装蒜！你跟你表哥马向前合起伙来骗我！圆圆拿着诊断书跑去质问表哥马向前，原来不育的毛病出在方圆圆身上，而不是赵一鸣。方圆圆从小失去父母，一直在马向前家长大，表兄妹关系感情很深。马向前担心这会影响表妹的家庭幸福，于是擅自决定把毛病推到赵一鸣身上，并且瞒着所有的人。你不能生育，你在赵一鸣面前那顿时就矮了3分。他要想要孩子，就得跟你离婚。哥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太损了。知道了所有真相的方圆圆回到家中，看着气急败坏的赵一鸣，她虔诚地跪下请求得丈夫的原谅，解释这一切自己也是刚刚得知。然而此时的赵一鸣却一句话都听不进去，一度认为是他和表哥合起伙来欺骗自己，说什么都不原谅他。今天我赵一鸣要原谅你，我就不是人。怒火中烧的赵一鸣坚持要与方圆圆离婚，而方圆圆满心愧疚，死也不肯离婚。赵一鸣来到马向前工作的医院，一拳头下去，宣泄着自己内心的愤怒。打的就是你！我不但打你，我还要告你呢！你告我什么？我告你医德败坏。向前开假诊断，他就告赵一鸣包二奶。马向前也主动找到赵一鸣道歉，希望能看在大家曾经是亲戚的份上，看在他抱回萌萌的份上，请求赵一鸣以德报怨，放他一马。赵一鸣想到前阵子领导和他说过的话，现在国家对公务员要求很严，要是生活上有什么闪失，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好，可别弄出什么不好的影响来啊！于是赵一鸣决定放弃状告马向前。如果你妈不找我麻烦，我就不告你。方圆圆因为萌萌一直吵闹要爸爸，又得知这是赵一鸣与他结婚前犯下的错误，起了复婚的念头。与此同时，得知赵一鸣已经离婚，依然爱着赵一鸣的韩雪也想与他结婚，好给自己和孩子找个归宿。夹在中间的赵一鸣该如何选择呢？当年的去年就是假诊断的。马向前埋怨圆圆为何要离婚，如果不离婚还有这层亲戚关系罩着。如今赵一鸣无牵无挂的，自己就等着受审了。这一举动吓坏了马师图一家人，于是打算前往赵一鸣家劝说赵一鸣撤诉。而此时韩雪正带着儿子给赵一鸣送来饺子，因为赵一鸣为了凑齐手术费给毛毛，整天只吃馒头方便面，而韩雪也找了2份工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毛毛也终于开口喊出了爸爸。你比我之前的爸爸好，之前的爸爸打我还打我妈妈。赵一鸣心疼不已，将孩子紧紧抱在怀中。这感人的场面被前来相劝的圆圆老姨撞见，两人针锋相对，破口大骂，闹得非常难堪。赵一鸣只好先劝退韩雪离开，没想到王宝珠却临时改变政策，恼羞成怒，反咬赵一鸣包二奶养私生子，说如果赵一鸣告马，我听我丈夫说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儿子多大？6岁了。女人和丈夫结婚6年，突然发现丈夫在外面居然有一个私生子。圆圆没有大吵大闹，而是心平气和地跟丈夫的初恋商谈，企图通过这次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，可没想到竟被对得哑口无言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不会有现在这个结果。你要是想谴责我的话，我觉得你最好先谴责一下你自己。你自己有毛病，自己承担着就好，干嘛要扣在别人的头上？你的这种行为叫什么？精神阉割吧？你不觉得自己太过分了？韩雪的话无疑是触痛到了圆圆的伤疤，她万万没想到赵一鸣居然将这件事情都告诉了韩雪，
由于是自己无法生育，负责检查的表哥为了保全她的家庭，做了个假诊断书，将罪名扣在了她的丈夫赵一鸣头上。然而相隔6年，赵一鸣的初恋韩雪带着6岁的儿子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，两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。不能生育的圆圆，她又怎能和生了儿子的韩雪对抗呢？考虑一番后，圆圆决定了不再强留这段婚姻。回家后特意给老公准备了丰盛的告别晚餐，坦然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可当年的假诊断书居然让毛毛拿去叠纸飞机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能给孩子玩？我也不知道这个很重要啊，你别着急啊，我回去就给你找。赵一鸣的律师很快找到马向前，向他了解当年假诊断书一事。不曾想马向前反咬赵一鸣家外有家的事情，是赵一鸣无中生有才蓄意报复。待律师走后，他慌了，赶忙往圆圆家里找当年的诊断书，可已经找不着了。马向前意识到诊断书肯定是在赵一鸣手中。赵一鸣给我告了。告了？他告你什么呀？女人忍受不了丈夫在外有私生子，而丈夫更是痛恨妻子表哥的欺骗，因此二人快速地办理了离婚手续。大人的离婚无疑是给孩子造成最大的伤害。我就要去找爸爸。萌萌，你怎么那么不听话呢？再不听话，妈妈打你了啊！我不回家，打死我也不回家。离婚后，养女萌萌整天吵着要爸爸回家，并用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。马向前使出浑身解数哄骗萌萌吃饭，同时极力地劝说方圆圆与赵。现在被人甩了，你又回来跟我这谈情说爱，我为什么被甩？因为我怀了你的孩子嫁给他，他不甩我，他就不是个男人。而韩雪也终于说出找赵一鸣的真正目的，原来是孩子毛毛有先天性心脏病，需要一大笔钱，自己能力有限，不得已才决定投奔孩子的亲生父亲。赵一鸣承诺一定会把孩子的病治好。韩雪哭诉孩子病情的一幕，被前来劝告赵一鸣原谅方圆圆的马向前看见，两人的表情让他感觉到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。马向前开始怀疑起赵一鸣突然做生育能力检查的理由。方圆圆的婚姻出现了危机，老姨夫妇在家中大胆猜测，你说这赵一鸣怎么突然想起体检？赵一鸣复婚，并分析赵一鸣私生子问题乃是历史遗留问题，出现在他与方圆圆结婚前，根本谈不上背叛或出轨。如果方圆圆能够不计前嫌，为了孩子，还是复婚为好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为了毛毛的手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，赵一鸣一纸诉状把马向前告上了法庭。不能生孩子这事儿也不是1天2天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他早就应该忘了。按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复杂。随即老姨王宝珠没能守住秘密，偷偷将猜测告诉了方圆圆。经多方证实，圆圆回到家中问起丈夫为什么好好的突然会检查生育能力。赵一鸣思量了一下，最终说出了自己有一个儿子的事实。正想解释时，却被圆圆打断了。圆圆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相爱1天以前，圆圆还满心内疚，如今她的心境已然不同。哥犯的错误跟你的事情比起来不算什么，所以现在咱俩扳平了，我不欠你的。行了，那什么时候办手续啊？明天吧。赵一鸣没想到妻子居然爽快答应了离婚，心存怨恨的一鸣也不愿在家多待一会，以去单位加班为由，毅然决然地扔下妻子和满桌子的饭菜，从家里离去，留下独自愈合伤口的圆圆。第二天，两人很快就办好了离婚手续。圆圆的笑容跟天气一样无比灿烂，可谁又知道强颜欢笑的人心里是在掉泪，甚至是滴血呢？他们并没有为争夺财产而大吵大闹。经过一番商量后，赵一鸣选择了净身出户，房子和养女萌萌都归圆圆所有。而此时的赵一鸣心里只有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他向韩雪表示，无论多困难都会凑足钱把毛毛的病给也好，但费用还差一部分。于是赵一鸣为了毛毛的医药费，也为了给自己讨个说话，便找到了当律师的朋友，委托他状告圆圆的表哥马向前，准备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那赔个几十万应该问题不大。官司我打了。爱的两人注定渐行渐远。圆圆表示同意了离婚，但提出的要求想见一见那个女人。终于在赵一鸣的安排下，方圆圆和韩雪相见了。我听我丈夫说，你帮他生个儿子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你这次来是想旧梦重温吗？对不起，无可奉告。看来圆圆的对手可不简单，企图通过和韩雪的见面挽回自己的婚姻，看来是不太可能的了。事后如何发展，我们下集见。